哦，师姐走，喝酒去，给我请客。第一，不要叫我师姐；第二，不要提喝酒。不要那么严肃嘛，我保证不提那件事。闭嘴！你待会儿去找一下新生儿科的冯远航主任，告诉他明早我有个特别重要的患者跟他会诊。打个电话说不就行？他在台上，等他结束了以后，你亲自告诉他。那等他下来打个电话不就行？叫你去你就去，万一他手术结束之后还有其他的安排呢？啊，我去。那你自己喝酒啊？不要再提这2个字，再提我不带你了。不说了。聪瑞姐，我刘宁白。啊，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我来看孩子。谁的孩子？我的孩子。啊？不是。我带的产妇的孩子，我来看看他怎么样了。我看完了，先走。你怎么还不走啊？我在这儿等冯远航冯主任，我师姐让我抓住他，明天一早会诊。你不用等了，我给他发个信息就行了。啊，不行，我师姐说怕他安排别的事儿。他是我老公，我跟他说一下就好。哦，那太好了。哎，你吃饭了吗？我请你吃饭。你这1星期请我吃了好几次饭了。一个人吃饭很无聊的。确实是，走吧。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东西不咋地，没想到汉堡这么好吃啊！你没来过？我就问咋？我不知道他们单身的那么爱玩。我记得我刚来生气的时候，来过一次。你自己？我肚子呀。他那天在这儿喝了7杯长岛冰茶。我听说，是他喊你流产的。嗯。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你们认识多久了？本硕博连读8年，剩计2年，10年了。都认识10年了，太快了。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了解吧？当然了解啊，他那个时候很用功，每天恨不得都住在图书馆里面。还有他很仗义，我们班女生受欺负了，他都是第一个上的。在我们班都不知道跟多少男生吵了多少回家了。我记得还有一次啊，我们宿舍有个女生好像跟她男朋友吵架闹分手，她就回去一直在那哭，说那个男生欺负她。徒弟拽着个女生就找那个男生去了，抓着他就给他一顿揍。后来呢，那个女生心软了，帮着这个男生一起骂他。再后来，那个女生跟那个男生和好，2个人谁都不跟徒弟说话。我那个时候就说徒弟，我说你是不是太傻了？女生啊，有的时候需要的不是仗义，需要的是一个情绪的发泄口。那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是故意喊你流产的？谁知道呢？你肯定知道。就像你说的，女人有时候要的不是仗义，要的只是一个情绪的发泄口。那么，你的情绪快发泄完了吗？他对你那么不好，你还帮他说话？我师姐对我是高标准严要求，对我是真正的好。受虐狂。我看你俩挺般配的，一个施虐狂，一个受虐狂。直接虐我吧。傻不傻？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一直摆脱不了流产的阴影，我建议你可以看一下精神科，或者心理咨询。你说谁有病啊？你说谁摆脱不了？
我已经走出来了。我只是个建议。我建议你快吃，都凉了。孕几周28。报告我看过了，胎儿出现了脊柱裂的状况。什么是脊柱裂？脊柱裂呢，又称椎管闭合不全，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先天畸形，是由于胎儿在胚胎发育过程当中椎管闭合不全引起的。而且脊柱裂会对行动能力造成严重的影响，比如说脑积液、脑畸形、终身大小便失禁、智力障碍等等。什么就智力障碍了？大夫，你的意思是说我孩子生出来可能是傻的？有一定几率，但还是要看后续的治疗情况。没事啊，老婆，没事。你说，我们两个都那么健康，怎么怀个孩子还在肚子里，就有病呢？大夫，你给个话，你就说这孩子，我们能要还是不能要？不是这么理解的。孩子是可以救的，但是手术的风险很高。你是说宫内手术？对，什么叫宫内手术？宫内手术就是把子宫剖开，在子宫内对胎儿进行手术，手术完后再把子宫合上，让胎儿长足月。孕28周的胎儿肺功能发育还不完全，所以最好还是在子宫内成长。你这不就让大人小孩都遭罪吗？大夫，你看这样行不行？等小孩生出来，再给小孩做手术，行吗？相比于产后手术，在子宫内对胎儿进行椎管闭合手术，可以改善短期和中期结局，可以让脊柱裂口更早的闭合，从而防止妊娠晚期对脊髓造成损伤。那做完手术就能确保孩子是健康的吗？这个我不能保证，因为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更何况是宫内手术，风险肯定更大。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们，我们会尽可能的通过手术实现胎儿的组织修复和背部闭合。但是即使手术再成功，脊柱裂也永远无法完全治愈，所以未来孩子还需要多学科的团队提供持续的支持性护理，包括神经学、泌尿学、骨科、儿科和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共同护理。大夫，你说这专业术语我们实在是听不明白，我真的是。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费了很大的劲，就想让这个孩子健健康康的给生出来。你现在告诉我说，做了手术，孩子也不能健康。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们不如还不如引产了。你们听，这是孩子的心跳，非常有力。虽然说他有残缺，但是他的生命力很强。你们应该给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可是万一生下来是个不健康的孩子，他自己也不会高兴吧？以后长大了还会怪我把他生下来。既然冯主任提出了宫内手术的治疗方案，就说明胎儿是有机会治愈的。你们都不试一下就要放弃吗？这样吧，你们再考虑一下，毕竟是一个生命。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健康生下来的几率非常大，你们不应该放弃。行，我知道了。我和我老婆商量一下。冯主任，你能不能告诉我手术的成功率有多少？我不希望他们放弃自己的孩子。手术的成功几率不好说，而且你也不要太纠结。患者有自己的诉求，医生呢要习惯遗憾。可是我不想习惯这种遗憾。好吧，你有什么事再跟我说。武腾瑞呢最近很不正常，要有空帮我多劝劝他。
最近这几天，他终于不对我恶语相向了。不过，距离他能够听我的劝，估计还需要点时间。希望他能早点走出来吧。下班喽。找什么呢？找宫内手术的资料。师姐那个患者。对，我想看看这个脊柱裂通过胎儿宫内手术治愈率的情况。你也想说服我让他们做手术？对，我想去说服他们，让他救活这个孩子。是他不是你的患者，是我师姐的。你想帮我师姐？谁要帮他了？我是想告诉武南，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想要孩子却很难得到，而他们既然有机会，就应该去救活他。师姐，丛蕊姐在帮你找脊柱裂宫内手术的资料。我没有，我不是，你别瞎说。我只是不希望看到一个妈妈去引产，如果多查些资料的话，就能说服他们去手术。吴医生一心想着患者，我应该跟他学习。我也查。太好了，你们俩一起查，我去给你们准备晚饭、夜宵、零食、咖啡，做好你们的后勤保障工作。看起来治愈率是挺高的。那做吧。Yes。田主任，董主任，这次就拜托你了。哎呀，董主任，应该是我拜托您呢。这也是全市第一例胎儿脊柱裂手术。做完这个手术，又是我院母胎医学的一大突破。田主任太客气了。董主任年轻有为，在胎儿外科方面有自己的建树，前途无量啊。明白。听说你针对这次手术查阅了不少资料啊，说说吧。接下来该怎么办？首先要做一个类似剖腹产的切口，露出母亲的子宫，然后再用超声波来定位胎盘和胎儿。不错，开始吧。手术时间8点40。刀。下步。胎儿的头出来了，羊膜囊已经打开，注入人工带氧水，连接脉搏氧饱和度。胎儿生命体征稳定。董主任，开始吧。老公加油！
位置有变化，脐带把手术视野挡住了。可能是刚刚麻醉的时候，他翻了身睡了。这个位置不能改的，有翻转的可能，难度太大。我看有个办法，说，等他醒了再翻过来，2个小时。我怎么觉得你比你老公还紧张？从来都是看电影的人紧张，你见过演电影的人半路忽然出来喘口气儿的吗？你放心吧，这都1个多小时了，现在胎儿和孕妇的生命体征都很平稳，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我现在心脏跳得好快啊！当然了，你现在本来就紧张，还一口气摄入这么多的咖啡因，你心跳能不快吗？你那杯没喝是吗？别喝了。你给我，我口渴。慢点，慢点喝。接下来我会缝合肌筋膜、硬脑膜，还有皮肤几层单独的组织，以覆盖缺损。你们注意看，冯主任正在分离胎儿的神经和脊髓，让他们回到开放的椎管中，然后由侧面的肌肉和皮肤覆盖。这种技术被称为肌筋膜闭合，能充分覆盖开口处。这样的话，就能在其周围形成一个肌肉和皮肤的保护管，以防止脊髓液渗漏。这个田主任对刘建白还真是有耐心啊。要不要来点音乐放松一下？想听点什么？来首莫扎特的小夜曲吧。看来胎儿的脊髓得到了安全的保护。冯主任，您为胎儿大脑的发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太好了，手术成功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靠你了，田主任，辛苦了，加油！开始吧。坐。现在好点了吗？黄主任，我这是怎么了？过度紧张导致的晕厥，给你补了点液，你现在还不能继续上班。田主任交代过，让你休息好再来。我没事啊，我们能上班。哎呀，你给我躺下来！你这幸好是在观察室晕的，如果在台上晕，那又是大事。我跟冯远航说了，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上班，现在不是你倔强的时候。我真的没事儿，黄主任，我也真的不能再休息了。就按理说，规培生1天都不能休息。我之前因为流产，我已经休息过好多天了。我现在再休息下去，这别说去竞争住院总了，我连住院医的规培考试我都没有资格参加了。你的结还没有解开，你还是回去休息，好好调整一下自己吧。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了解，我会尽快调整我自己的。
我还要去竞争住院总呢。有时候你真的比杜弟还要倔。不过呢，你有竞争住院总的决心，我还是挺欣慰的。你确定你的身体没有问题？我向你保证，肯定没有问题。主任不是让你在家里面休息一段时间吗？我身体已经好了，不需要休息。我吴松瑞有了全新的人生目标，第一步就是当上下任的住院总。你不要命了？昨天才晕倒了呢。怎么？看我跟你竞争住院总了，有危机感了？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而已。黄主任，身体没事了吧？没事，放心。嗯。不错，突飞猛进，这不也没什么难的吗？你就是平时没有好好练。我不是没有好好练，我是没有杜弟练得那么狠。你说哪有一个住院医师，天天开腹啊、关腹啊、缝合呀，又快又稳，缝得跟外科主任似的。他那是开挂的人生，我这才是正常的人生。你要是想跟他竞争，你就也得开挂。而且再说了，在省级医院的年轻人，有哪个不是奋力追求开挂的人生啊？个个都那么强，学历那么高，导师都那么厉害，你不开挂，在这儿只有挂。我离杜弟的手术水平差得还远呢。那也要无限接近，而且，你要在他的弱项上赢过他。他哪有什么弱项？和患者家属的沟通能力低下，就是他最大的弱项。而且遇到患者家属重男轻女，他就会有情绪。医生一旦有了情绪，就不能进行冷静和客观的判断，这样呢，他的判断就会跑偏。你呢，要让患者如沐春风，对患者的家属悉心照顾。当然了，还要和护士和助产士开心的合作。日久见人心，人心是把尺子，这时间久了，谁愿意和他那样的住院总一起工作呀？你就坚持在他的弱项上展示你的长处，到那个时候，你的综合分自然就高了。到底是学生会的主席，逻辑清晰，意见中肯。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按理说呢，我应该去抢一些情况比较复杂的患者，这样我能增长经验，对吧？可是我每次一碰到情况比较复杂患者的时候呢，我心里头就发怵，这怎么办啊？抱紧上级医生的大腿啊！你有什么不懂的就去问他们，他们又不会怪你。尤其是你的导师黄主任，你要是专捡容易的，那人家想帮你使不上劲啊。看来我找你陪我练习是对的。那当然。喂，你指甲怎么了？我涂了碘伏。好好的涂那个干嘛？我想改掉咬指甲的习惯，碘伏苦啊。就好像女生失恋要减肥或者剪头发，仪式感。算是吧。我要克服自己的弱点，让自己强大起来。这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年龄最大的一个产妇了，48岁。这打算顺还是剖啊？哎，我有时候给这么大年龄的孕妇接生还真挺害怕的，怕万一出现什么情况。大概率剖吧，她就算想顺，医生也不敢啊。聊什么呢？这么热闹？啊，刚进来一个48岁的孕妇破了今年生产年龄记录。不过这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她进的是双人病房，隔壁床，你猜是谁？她儿媳妇儿。啊？狠吧？婆婆和儿媳妇儿一起怀孕待产。对，我刚进去看了一下，那气氛特别奇怪，除了公公带笑，其他人都黑着脸。要我也高兴啊，一手抱儿子，一手抱孙子。那儿子儿媳妇当然不高兴了。本来觉得要生了孩子吧，婆婆可以帮着伺候月子，这下好，婆婆也坐月子，孩子生下来还得分家产，搁谁不闹心。哎，那48岁的孕妇谁在负责？我也不是很清楚，应该是黄主任吧。刚刚杜弟和刘念白好像也去了。
还偷开窍嘞，知道抢活了。那是，本来他就比杜迪人好，袁总就应该是他的。讲话不要那么武断，干活。好了，穿上吧。哎呀，您的孩子很健康，不用担心。我不是担心这个，大姐，这个年龄生孩子的确会面临很多年轻人不会碰到的问题，但是既然孩子来了，就是缘分，您说是吧？没错，大夫您说的特别对，我也这么劝他。黄主任，这个病房我来负责吧。黄主任，我也可以负责。吴医生，你负责这位病人；杜医生，你负责那位。可是我觉得高龄的这一位由我来负责更合适。我已经定了。阿姨您好，我是负责您的医生吴聪瑞。您现在呢就等着开指，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不舒服，您就去那边有一个医生的办公室来找我。吴医生是吧？那以后就多麻烦您了啊！谢谢你，小吴医生。这是我应该做的。阿姨，趁现在肚子还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一定要多吃多睡，这样生的时候才有劲儿。师姐，为什么你们都想负责那个年龄大的孕妇啊？高龄产妇的合并症比较多，而且在生育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的问题，甚至是罕见问题，对于积累临床经验有很大的帮助。年轻的产妇如果只是顺产，基本上就是接个生，助产士上，医生都不用动手。哦，原来是这样。可是你当着人家的面说人家是高龄产妇，人家会开心吗？不是说所有年龄段的女人都很在意被别人说老吗？一般来说，35岁以上的都算是高龄产妇，我们一直这么说，患者也没意见。可是单一从年龄划分就把一部分人归为危险人群，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比如36岁也有身体非常健康的，34岁也有高血压、糖尿病的啊，就是因为女人过了35岁就把她们归为高龄产妇，是不是也是一种歧视呢？刘念白，虽然说你平时说的话80%都是废话，但你刚刚这个观点，我认为是在那20%之内的。简单的以年龄来划分，确实有点简单粗暴，而且很多喜欢对女性催生的人都爱说，你再不生就变成高龄产妇了，这已经变成了一个年龄歧视。以后我应该注意一下。师姐，你懂事儿了，知道夸人了，虽然只夸了20%。知足吧你，干活去。怎么回事啊？这个破电脑，平时卡就算了，还给我死机。早就跟田主任说了，要换批新电脑。我来看看，行吗？我有点信心。怎么了？你坐。好了。可以啊，你刘念白，技能不少。下来。再夸夸我，夸够100%我就起来。你再不起来，我上脚了。起，马上起。好了。可以啊，你刘念白，技能不少。下来。再夸夸我，夸够100%我就起来。你再不起来，我上脚了。起，马上起。我知道了。好，好，好。这又填什么呀？来电问一下，把你的姓名。
你们公司终于换人了，这护工天天迟到早该辞了。46床需要护工，赶紧去啊！哦，新来的，那先去换衣服，衣服都在休息间里，那边啊。哎，哦，您是护工是吧？啊，那个，马赞和你爸都在，不用护工了吧？又不用啊？那我先走了。哎，您别走。妈，我这天天上班不一定天天来呢，有个护工也方便。妈，那这是媳妇儿，所以这是妈跟媳妇儿一起生的。对呀，双喜临门嘛。儿子，其实这护工啊，要不要都行，俩我都能照顾。爸，医生给我检查开指，您能照顾吗？擦身上厕所的，您能照顾吗？这连做个 B 超您都得回避，怎么照顾啊？这样，定下了，您是1个月6000是吧？6000。啊。哎，对。那麻烦您了，好好照顾我老婆。行行行，一定好好照顾。你这垃圾我先给你扔了哈。哎。你谁呀？我，你这样是违法的，你知道吗？我哪知道啊？就是一个护士让我过去的，我搞不明白怎么回事呢。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医院是什么地方？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是严肃的地方。第一，你没经过培训，无证上岗，违法；第二，你没经过严格的体检消毒，带着病菌随便的出入病房，违法。你这是要坐牢的。别，那个您可千万别告我哈！我真的就是来找人的，然后有个小护士跟我说赶紧去46号病床，我稀里糊涂就去了，什么也没干，就帮人丢了个垃圾，要不然这衣服我马上脱下来还给你们，千万别跟人说啊！你也是乡下来的吧？哎，来城里干啥呀？我就刚来2天，也没干啥。咱俩有缘，我给你找个工作吧。哎呦，您别告我就行了，我哪敢让您给我找工作？是这样的啊，我一直在这个医院干护工，每天一大早我就得来。最近我儿媳妇生孩子，我得帮他们带孩子，我就天天迟到，天天迟到，老这样，我这工作也保不住了。我看你这人挺老实的，手脚也麻利，我想把你推荐给我们老板，你好好的去做个护工培训，回来咱俩轮流在这病房干，我也喘口气儿，你看行不行？行吧，但是这护工培训难不难啊？不难，不难。干护工这活吧是挺累，但咱工作稳定啊。现在这医生护士素质高，不骂人，不赖咱工资。要是哪个孕妇走的时候带不走的那个吃喝，没事儿随手就送给咱护工了。赶上谁家大方，生个大胖小子啥的，还能给咱们包个红包呢。你就好好的做护工培训，按照那个培训的要求去干，那就没问题。那我先谢谢您了哈，到时候我多干点，少拿点都行。那就这么定了。这个产妇双胎啊，一个正常位，一个臀位，2个胎儿的相对位置很重要。如果第一胎就是下方的是头位，可以考虑阴道分娩；而第2个臀位胎儿在第1胎娩除后要立即人工破水，并进行臀前引娩除，否则宫口回缩，第2胎就无法娩出了。如果臀位胎儿是不完全臀先漏或者足先漏，人工破水后随时会可能出现脐带脱垂，臀前引更是高难的技术，所以目前临床中，除非2个都是头位，都推荐剖宫产妇位。但这个病例，顺产是应该可以处理的呀。现在看起来是可以的，但是生产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你看，第1个出生后宫腔风险突然减少，胎位会发生改变，特别是改为横位，是不可能经阴道分娩的，需要立即转为剖宫产，位置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如果第2个顺不了，就会1个顺1个剖，家人会觉得受了2茬罪，会非常的介意。想不到你年龄比我小，接生这方面倒是我老师。那是，你当我们助产士是吃素的？
这个孕妇，我建议你先跟病人家属都沟通好了，不然后面会很麻烦。我会的。怎么了？啊，没什么，我还有点事儿。下午这个双胎我们好好合作啊。好好。慢点吃，喝点汤，别噎着了。哎，你们这食堂的饭可真好吃。医院里的饭，除了干净便宜，口味上没有任何优点。这么把你们这些城里人给惯的。你去工地上打2天工，然后吃那种大锅饭，就知道什么叫没有任何优点。现在可以说了吧？干什么来了？我这不是想来找找杜弟，看看你们俩还有没有可能吗？没可能，以后别干这种事儿了。那个是不是杜弟呀？嗯。那他旁边那个男的是谁？我们一个同事。我看他跟杜弟的关系不一般。那个男的是不是挺有钱？嗯。哎，这杜弟，该不会是嫌你穷吧？姐，你就别问这些了。你跑去病房里干什么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找着工作了。有人介绍我去做护工。不行。为什么？姐，你不是来旅游的吗？你待2天就赶紧回去吧。这是找什么工作啊？瑞士工作多好啊，比我在工地上干好，工资还高。况且你一个人，那点工资，住那个小房子还得累。等我发了工资，咱俩一起找一个大一点，离医院近点的。姐，你就别胡闹了。你待2天就赶紧回去吧。而且你在这工作，姐夫怎么办啊？我离婚了。为什么呀？这不是结婚好些年了，我也没怀上吗？你姐夫说我生不出来，婆婆每天逼我吃各种偏方，你真是不知道那些偏方有多难吃，还弄得我上吐下泻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你怎么不来找我呀？你弟弟我是妇产科的医生，这样吧，你和姐夫明天一起来做个检查吧。没用的。为什么？他有女人了。出轨就出轨，拿生孩子做什么文章？这个混蛋，我去找他算账去。别去了，这么多年你上学，你姐夫也没少帮，婆婆每天指桑骂槐的，前段时间还说我是什么伏地魔，说你是个无底洞，他也不是个坏人，你要怪就怪我，怪我这肚子不争气，怎么都怀不上。我这离婚了。你姐夫也没找我还你上学的钱啊，你就让我留下来好不好？我不跟人说我是你姐姐，咱俩就假装不认识。姐，姐不会给你丢脸的。哇，你平时都是拿这个练手啊？不然呢？用猪皮的都是初级菜鸟吧？我用完了，我们用。他说我是菜鸟，你就说是不是吧？杜弟的手艺越来越厉害了，我这块猪什么时候能赶上他那块鸡呀？有什么好拽的？你迟早能超过他。我要是他，我也拽。你看手上那功夫，你没听说过吗？越牛的人越低调。咱们圣济出了那么多位院士，没有一个拽的，全都温和谦虚的不得了。我要是院士，我就横着走路，我绝对不直溜着走。你别做梦了，要问什么快点。哎，你接生过的最大年龄是多少？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问题？40多岁的倒是挺常见的，曾经有过50以上的。
但是合并症很多，直接去剖了，没经我手。主要啊还是要看孕妇本身的身体状况，年纪大，产力比较差，这样产程就会延长，产程延长就会导致子宫收缩乏力，容易发生产后出血。如果有基础病的话，问题还会更复杂。你接手的这个病例有基础病吗？就你这样的，你还想当院士？还想横着走？赶紧把病历给我背了吧你！你们谁都说我。完了，我白抢了。什么白抢啊？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健康的大龄产妇，没有心脏病，也没有高血压，连个痔疮都没有。怪不得人48岁都要生，我要48岁这么健康，我也生。你是说那个单桂芬吗？嗯，我看看。还真是啊，挺会保养的，家庭条件应该不错。我已经了解完了，这两口子平时生活特别规律，不抽烟也不喝酒，就喜欢旅游，没事儿两个人还喜欢去跑跑步。我也知道。我这种沮丧的心情特别不对，那可是早知道这样，我干嘛跟我的闺蜜抢？那他儿媳妇呢？现在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啊。我帮你查查。残角子宫妊娠，还足月了？不可能吧？你看，残角子宫妊娠的原理是子宫发育异常，在正常的子宫旁边有另外一个子宫与之相同或者不同，而这个子宫常常发育不全，即称为残角子宫。如果受精卵在这个子宫内发育并成长，就是残角子宫妊娠。常常在中期会自发破裂。像这样怀到足月的，真是极为罕见。我第一次见到残角子宫。残角子宫剖宫产需要同时处理发育异常的残角子宫，甚至需要切除，手术极其复杂，出血风险大。而一般在孕早期确定残角子宫妊娠，就应该及时终止妊娠啊，否则随时可能破裂。继续选择妊娠是极为冒险的，他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怀到足月呢？俊香，你说老天是不是在惩罚我？我跟闺蜜抢患者，我抢了个普通的，她抢了个罕见的。这真是太罕见了。我想你们两个冲进去的时候，谁也没有认真看病人的病历吧？黄主任收的那一位是高龄的，因为他年龄大，所以医院很重视。黄主任亲自去检查了一番。我看你还有机会，反正黄主任会帮你嘛，你就去找他，然后跟他说，让你们两个把病人换一换。这我可干不出来。怂了？竞争就是这样的，现在怂了可不行了。不是，我抢了一次，我内疚了好半天，你再让我去换回来，那不是人干的事儿。反正你想清楚了，你们两个现在满打满算还有1年的考核时间，而像这种罕见的病例，1年可能都不会出现一次。可是，这么罕见的病例，我搞不定怎么办呢？连我恐怕都搞不定，更何况是你了。之前不是在我们医院见得到？不想跟婆婆一个医院见到，所以你的情况自己是知道的。知道。找院是因为我老公说了，还是来这儿最安全。这个手术都已经安排好了吗？你怎么问的没完没了了呀？术前我都说了，别说了，要说跟我老公去说。你这个手术风险……别说了呀。哎，医生，什么手术啊？他不是顺产吗？他这个情况怎么可能顺产？他的手术风险……别说了呀，我不想听。你这患者怎么回事啊？
马上就要手术了，找不到你老公，签不了手术同意书，来跟你沟通又不让人把话说完，你们本来就不应该冒这个风险保孩子。你知道你的残角子宫随时都有可能破裂。哎，医生，我来了，咱们出去说。走了。医生，我父母还不知道，我怕他们担心，就一直没说。没想到他们是2个主任收进来的，却住在同一间病房里，实在抱歉。不用跟我抱歉，我可以原谅你妻子对我的态度，但是我不能够理解你们的做法。还有你不好好留在这儿陪护，跑哪去了？找都找不到。虽然你们不是在圣济建的档，但是上一家医院的医生应该从一开始就跟你们说过了，残角子宫妊娠是有多危险。是说过。他才24岁，又不是不能再生，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对不起啊，是我们没有好好考虑。没有好好考虑，你这个做丈夫的把老婆的身体当什么了？也不好好珍惜自己的老婆。对不起。还有，可以理解，你老婆心情不好，但是也不能天天使脸色。婆婆就在旁边，看着她心情不好，自己心情也不好，那一家人心情都不好，也不好好跟医生沟通，这像话吗？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要是早去的话，就没这事儿了。师姐，手术同意书还没签呢。你跟我去一趟办公室，我要把手术的风险全部都跟你过一遍。他的手术排在后天，田主任给他做，到时候你必须来，因为你母亲可能这2天就要生产了，我怕到时候手术途中会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家里人顾不上他。谢谢医生，我一定来。谢谢。在研究什么呢？黄主任，孟爽的残角子宫，您打算怎么处理啊？要不我先考考你，对于残角子宫妊娠认知有多少？残角子宫妊娠是指受精卵着床并发育于残角子宫的一种罕见妊娠反应，10万个里头出现1例，没想到被孟爽给碰上了。我之前也是跟张主任处理过1例残角子宫妊娠的情况，这种病没有明确的症状。早孕期间如果得不到及时还有有效的治疗，随着怀孕的月份增大，很有可能导致残角子宫破裂，孕妇腹腔内大出血、休克甚至死亡。就好像你怀孕的房子畸形了，孩子刚好在畸形的地方，如果孩子长大了，这个房子就会塌了。像孟爽撑到这么大的月份，倒是第一次见。黄主任，虽然孟爽不是在我们医院产检的，但是在我们医院确诊的。我们要不要尽早手术，防止妊娠破裂出血？已经让杜弟通知家属进行手术了。黄主任，你坐这儿吧。哎，谢谢。我跟你说一下手术的事情。吴医生，那个45床高龄的，我刚刚量体温，有点热，你来看一下。5床，妈。哎，你等等。这位孝顺的儿子。你爸爸在，我们还缺了2位医生，你妈妈不会有事的。可以先把你老婆的情况搞清楚吗？哦，好的。对不起，医生，我一下有点担心，我先签同意书。你先看一下吧。哎，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问我。没问题。尿常规、血常规、B 超全部都要检查一遍，看一下感染3项、C 反应蛋白，还有降钙素原。您现在除了发烧，还有什么不舒服吗？没有。再感受一下，有没有哪里疼？没有。这样吧，你跟我去一下检查室吧，家属扶一下。医生，他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这个很难说，咱们等检查完了再说啊。医生，会不会是他焦虑或者担心啊？他
他们刚知道我要动手术了。也有这种可能。你婆婆最近呢，确实心理压力也比较大，不过具体的情况要等结果出来了才知道。干嘛？对不起，黄主任，我想改掉咬指甲的习惯，所以我特意涂了碘伏。的确得改改，这得咬进去多少病菌？我手脏的时候是不咬的。这 B 超没事吧？都挺正常的。谢谢。哦，那就好。这也没什么问题啊。听说45床发热，查出原因了吗？没有 ，B 超也没问题，化验单也没有问题。他没有病史，会不会只是普通的感冒？他最近心理压力应该挺大的，有可能影响到心情，导致免疫力低下了。他都这么高龄了，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呢？我觉得还得再查查。那天我不应该跟你抢的，之后我心里一直不太舒服。我觉得应该把复杂的病例给你，让你迅速上手，这样才算是公平竞争。要不，咱俩换过来。我不是同情你啊，我就是真的觉得那天不应该跟你抢。我也跟你抢了，你不用觉得抱歉，也不用同情我，我不会输给你的。外面。小心。你老公呢？他说他会来的。他说他会来，现在人呢？我打好几个电话都没接，要不我先陪你去？妈都开2指了，您还是别去了。俺再说了，他会来的。你们先去手术室，我给他打。是太不负责任了。这人总这样，横冲直撞。你还是去吧，我这里能行吗？你说这马赞，这不是干什么去了？这几天要不来，来了做一下就走。你说这孟爽做这么大手术，他连一个影他都没有啊！他，这等会儿我打死他我得。哎呀，你还是收收脾气。他马上要做爸爸的人了，你还以为是孩子呢？儿子没来啊？回头我也帮你劝劝他啊。就算再不愿意自己妈妈生2胎，但毕竟自己也是个哥哥嘛，对吧？得想通点。不对，哎呀，我儿子赞同我们生2胎，他爸一有这个想法呀，他就天天劝我们生。是，那就是儿媳妇吹枕边风了。你看啊，你们这家媳妇儿自打进了医院之后就没个好脸，儿子再孝顺，也敌不过人家天天闹嘛。要不等他们这孩子生了，把咱现在那房子给他们，让他们也开心开心。那我肚子里这个以后怎么办呀？我就说不生吧，你非说要女儿。快别哭了，你这都快生了，有点劲儿啊。我老公还没到吗？你别急，杜医生去找他了，找到了以后让他骂他。你别哭呀，他不是说他会来的吗？我怕他来不了，我好害怕呀。会来的，会来的，别难过了啊。
经剥落了啊！没关系的，大姐。虽然你年龄大，但是身体还是很好的，感冒也控制住了。上一胎虽然离现在有点久，但是只要听医生的指挥，没问题的啊！加油！谢谢主任。儿子来了吗？刚给打电话了，没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最近老这样，是不是越来越后悔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来吧，集中注意力，使劲儿！来，使劲！好，加油加油！喂，杜医生，我快到了。快点行吗？医生，如果你们能联系上我老公，可不可以告诉他，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看到宝宝？这什么意思啊？我真的害怕他坚持不住。你坚强一点，他会来的。手术马上开始了啊！杜弟呢？在外面等家属。家属还没有到，打了好几遍电话都不接。他老婆子宫都快保不住了，他心可真够大。生命体征平稳。10点半开始吗？开始。不等徒弟了。本来就不需要2个助手，是他求我让你上。徒弟主动求您让我当名助手。磨了我半天。元白，你当二助。我二助？我又能上台了。开始吧。马赞，快快走！怎么这么慢呀？我都给你耽误手术了。哎，你腿软什么？又不是你做手术，快点！怎么了？马赞，马赞！急诊，叫急诊医生！急诊医生，叫急诊！插管。血液不好，家属呢？他家属在手术室，宝宝要生孩子了。基友我们病史知道吗？不知道。去问打家属，快！是个男孩，还是挺健康的。接下来是块硬骨头，先把残胶子宫去掉。田主任，输卵管是不是跟残胶子宫粘连了？看来是做了功课了，还好提前让介入科做了双侧子宫动脉栓塞，规避了大出血，但是分离的难度还是非常大。最好不要伤害输卵管，我再试试。田主任，太难了。这为了孩子，这么做风险太大了。他应该早点做手术就好了。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隐痛，根据医学做出最好的判断当然是好的。但如果有人用命来搏，完成妊娠，对于医生最大的考验就是在接受的情况下做出最优的选择，这是医生的使命。分离了，还好，输卵管和卵巢都保住了。田主任，你手太快了，他以后再要孩子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了。以后你们也要好好练习，多保住几个子宫，因为子宫对于女人来讲太重要了。杜迪和家属他们怎么还没有到？不行，我没劲儿。不行不行，再加油，不然孩子出不来。加油加油！大夫，我一点劲儿都没有。给他来点能量。叔叔，你儿子有什么病吗？谁病啊？你儿子在急诊抢救呢，非常凶险，请你告诉我他的病史，不然会耽误抢救的。我儿子没什么病啊。没什么病能判一身血吗？你再想想。我儿子怎么了？杜弟，你干什么？我儿子，你别动，先把孩子生了。哎，产力衰竭，头刚下降，通知麻醉医生在这里剖。
2、3，准备离床。离床。离床。您吃点东西吧，光补液可不行啊。医生，我儿子今天头七了，我都不能回去等他。他爸一个人回去的，他看不见我们，他会寂寞的。可是您还有一个小儿子呢，他7天都没有喝到母乳了，您得吃饭才有奶呀。我儿媳妇儿，她什么时候回来？她今天出重症，等一下你情绪千万不要太激动了。她手术出了血，好容易才熬过来的。我还能怎么激动？我就是想问问他，我儿子他到底怎么了？来，3、2、1。今天起可以在普通病房休养，应该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阿姨，您没吃饭，您不能乱动。妈，您怎么不吃饭呢？您这样，妈在心里多难受啊！他没告诉我一声就走了，他会难受。妈在很爱您和老爸，也很爱我。他早就查出血癌了。血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前年，他刚查出来那会儿，说要跟我离婚。我说不行，你必须给我留一个孩子。那时候爸想生2胎，他说一定要让妈再生一个，不然等他走了，妈就会跟着走。他想让妈妈好好活下去。这2年，他一边化疗一边照顾家里。我们预产期快到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他撑不住了，但他还是加大剂量，使劲坚持着，想要活着看着孩子出生。妈，我没跟你们说这件事儿，是怕你们受不了。我只能自己憋着，我心里难受啊。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们生2胎，而是妈在生病这件事儿，我一点都没有办法，我也不能跟你们商量。好孩子，你好好吃饭，好好养大小树。马赞没有走，马赞心跳停止，是11点28分。小叔子出生是11点29分。马赞他又重新回来做您的儿子了，妈，您好好的啊。
你们觉得马赞这么做算是孝顺吗？我也不知道。觉得提前跟父母说是好事儿，还是提前跟父母说更不好？要是人生可以预测就好了。世事无常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来的是未来还是意外。念白，你想什么呢？我应该是个不孝子吧？跟马赞比起来，别这么想。每个人都很无奈，马赞是，我们自己也是。我们会尽力去救治每一位患者，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治愈每位患者。走了，去病房了。